家庭会议上，婆婆当众宣读遗嘱，房子、车子、存款全给了我小叔子。她轻蔑地看着我，儿媳妇就是外人，没资格分我们家的钱。话音刚落，她两眼一翻，口吐白沫，瘫了。全家人乱作一团，转头求我：嫂子，你快打120，以后妈就靠你了。我慢悠悠地收起手机，笑了。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偶然翻开一本旧书，指尖触到泛黄的纸页，突然就想起某个午后，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书籍上，连灰尘都在光束里慢慢飘。那时的时光好像特别慢，慢到能把书中的每一句话都嚼出味道。欢迎来到时光书房，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那我们故事开始。客厅里那盏刺眼的水晶灯，光线像无数根冰冷的针，扎在我的皮肤上。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胜利和腐朽混合的怪味。婆婆张桂芬坐在主位的红木沙发上，手里捏着那张薄薄的 A4 纸，纸张的边缘因为她用力的揉捏已经起了毛边。那张纸就是她的武器，是她用来将我彻底钉在耻辱柱上的判决书。她的脸上是一种志得意满的潮红，眼角的皱纹里都夹着轻蔑。以上，我名下所有财产，包括这套128平的房子，楼下的车位，以及我毕生积蓄47万，全部由我的小儿子周文武一人继承。他念完最后一句，刻意停顿了一下，浑浊的眼睛越过老花镜的镜框，刀子一样刮过我的脸。至于林薇，他拖长了音调，像是在品味这2个字带给他的快感。作为周家的儿媳，这么多年也算没有功劳有苦劳，但是儿媳妇终究是外人，我们周家的钱没有让外人分的道理。客厅里死一般的寂静，我能听到墙上挂钟秒针走动的声音，哒哒哒，每一下都敲在我的心上，却激不起一点波澜。我的心早在多年的搓磨中变成了一块冰冷的石头。我丈夫周文斌就坐在我身边，他低着头，肩膀微微缩着，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不敢看我，也不敢看他妈。他的沉默就是一把无形的最锋利的刽子手之刀。而我的小叔子周文武，那个26岁的成年巨婴，则毫不掩饰自己的得意。他翘着二郎腿，嘴角咧到耳根，看我的眼神就像在看一个马上要被扫地出门的垃圾。张桂芬很满意这种效果，她清了清嗓子，准备发表她的胜利感言。所以，林薇，你……她的话莫能说完，她的声音突然变得含混不清，像是嘴里含了一口滚烫的开水。她脸上的潮红迅速褪去，转为一种诡异的青紫色。她手里的那张遗嘱飘飘悠悠地落在了地上。下一秒，她两眼猛地向上翻去，只剩下骇人的眼白，嘴角歪斜，白色的泡沫从唇边涌了出来，整个人像一滩烂泥一样从沙发上滑了下去，发出一声闷响。妈，妈，你怎么了？周文斌和周文武同时发出一声惊叫，客厅里的死寂瞬间被撕裂。周文斌第一个扑过去，抱着瘫软的张桂芬，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周文武则彻底慌了神，围着他妈团团转，嘴里只会重复着怎么办，怎么办啊。我坐在原地一动不动，我看着地上那张写满恶毒字眼的遗嘱，又看了看倒在地上身体不自然抽搐的张桂芬，一种荒诞至极的感觉涌上心头。命运真是个顶级的黑色幽默大师。就在这时，周文斌通红的眼睛猛地转向我，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林薇，薇薇，你快打120啊，你快打！
他的声音里充满了命令和理所当然。紧接着，周文武也反应过来，他冲着我吼：“对啊，嫂子，你快打120，以后妈就靠你了。”靠我！我终于动了。我慢悠悠地站起身，拿出我的手机，荧幕的光照亮我毫无表情的脸。我笑了，那笑声很轻，却让整个客厅的慌乱都停滞了一瞬。不好意思，我看着他们，一字一句，清晰无比，遗嘱上写得清清楚楚。我是外人，外人，没有义务。我的话像一盆冰水，兜头浇在周文斌和周文武的头上。周文斌震惊地瞪着我，眼神里是全然的不可置信。他大概从未想过，那个一向温顺、凡事以家庭为重的妻子，会说出这样的话。他嘴唇哆嗦着，低吼出声：“林薇，你疯了？那是我妈。”“是啊，你妈。”我平静地回视他。“不是我妈，法律上，我们之间唯一的联系，就是你。而现在，你妈亲手斩断了这层联系。”周文武比他哥反应更快，他那点因为母亲突然倒下而生出的惊慌，迅速被愤怒和贪婪所取代。他冲过来，伸手就想抢我的手机。“你这个毒妇，见死不救！我妈要是有个3长2短，我饶不了你。”我只是侧身一步，就轻易躲开了他。这个被酒色掏空了身体的男人，连站都站不稳，踉跄了一下，差点摔倒。我没再理会他们的叫嚣，我冷静地解锁手机，拨打了120。电话接通，我用一种极其公式化的、属于热心市民的口吻，清晰地报备了地址和病人的基本情况。“喂，急救中心吗？这里是某某社区 X 栋 X 单元 XXX 室，有一位接近60岁的女性突然倒地，口吐白沫，意识不清，疑似中风。”我没有说她是我婆婆，没有提任何我们的关系，我只是一个偶然路过的善良的邻居。挂断电话，我抬起头，对上周文斌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那里面有愤怒，有失望，还有一丝我从未见过的哀求。救护车叫了，我平静地宣布，像是在陈述一件与我无关的事实。作为邻居，我仁至义尽。邻居，周文斌被这2个字刺得浑身一颤，他好像想对我发作，想冲我咆哮，想质问我为什么变得如此冷血。但有远及近的救护车鸣笛声打断了他所有的话。那声音尖锐、急促，像一把刀，划破了这个虚伪家庭的夜晚。很快，门被敲响，几个穿着制服的医护人员冲了进来。“病人呢？家属让一下。”周文斌和周文武立刻被这阵仗冲得手忙脚乱，他们七手八脚地配合着医护人员，将还在微微抽搐的张桂芬抬上了担架。客厅里一片狼藉。在被抬出去的瞬间，周文斌猛地回头，用一种祈求又夹杂着命令的口吻对我说：“微微，你快跟上啊！你是3甲医院的营养师，医院里你熟，有你在，我们放心。”我站在原地，暴毙看着他们，看着这个名义上还是我丈夫的男人，看着他脸上焦急又理所当然的神情，我嘴角的弧度更深了。“不好意思，我的专业知识很贵，只服务家人。”我特意加重了“家人”2个字的发音。遗嘱上写了，我是外人，我的服务，你们恐怕消费不起。周文斌的脸瞬间长成了猪肝色，他被我堵得哑口无言，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最终，他只能狠狠地跺了一下脚，转身跟着救护车跑了出去。脚步声、哭喊声、鸣笛声，一切都远去了。偌大的客厅，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弯下腰，捡起地上那张轻飘飘的 A4 纸，外人2个字，用加粗的黑体列印着，像2个黑洞，
要将我所有的过去都吸进去。我笑了，笑着笑着，一滴滚烫的眼泪毫无征兆地砸在了纸上，迅速晕开了一片墨迹。我以为我早就不会哭了，原来还是会疼的。我没有给自己太多沉溺于悲伤的时间，那滴眼泪是我对过去那个愚蠢的自己最后的告别。我回到卧室，打开衣柜，拿出行李箱。我没有收拾那些衣服和包包，这些身外之物我一件都不想要。我冷静地拉开床头柜的抽屉，拿出我的身份证、户口本、护照、毕业证、学位证，还有我工作以来获得的所有资格证书，这些才是我安身立命的根本。手机在桌上疯狂地震动，荧幕上老公2个字不停地闪烁。我瞥了一眼，任由它响，直到它自动挂断。很快，微信消息弹了出来。周文斌，林薇，你到底想干什么？你非要在这个时候跟我闹吗？周文斌，我妈在抢救，你还有没有良心？周文斌，你快来医院，医生要跟家属谈话。我看着这些质问，内心毫无波澜。良心？当张桂芬逼着刚怀孕的我，硬生生灌下一碗碗据说能生儿子的秘方草药，导致我孕吐到脱水住院的时候，他的良心在哪里？当周文武炒股亏了钱，他逼着周文斌偷拿我爸妈给我的10万块嫁妆钱去填窟窿的时候，他的良心又在哪里？当周文斌懦弱地说出那句她是我妈，你忍忍吧的时候，他的良心又在哪里？我的良心早就被他们一家人一刀一刀凌迟处死了。手机又震了一下，是周文斌发来的新消息。微微，妈情况很不好，医生说是脑干出血，非常危险，你快过来，医药费不够，医药费不够。这5个字像一个绝妙的讽刺。我冷笑一声，终于拿起手机，敲下了一行字：找房产、车子和存款的唯一合法继承人，周文武先生要。消息发出去，那边沉默了很久，大概过了10分钟，他才回过来。文武哪有钱？那些东西妈还没来得及过户，现在他这个样子，根本办不了。是啊，办不了了，真是天意。我不再回复他，转而打开手机银行，查阅我和周文斌的夫妻共同账户。我们每个月会固定往里面存一笔钱，用于家庭的日常开销和房贷。可现在，上面的余额只剩下孤零零的3721.5元，我的心猛地沉了下去。我立刻登录我自己的工资卡账户，将里面所有的钱一分不剩全部转到了我父亲的账户上。做完这一切，我才松了一口气。我太了解他们一家了，这只是开始。我给自己下了一碗面，加了2个荷包蛋，热气腾腾的面温暖了我冰冷的胃。我需要补充体力，因为我知道接下来是一场硬仗。晚上10点多，门锁传来响动，周文斌拖着一身疲惫和消毒水的味道回来了。他看到我正坐在餐桌旁，慢条斯理地吃着饭后水果，眼里的火噌的一下就冒了起来。他几步冲过来，一把抢走了我手里的碗，狠狠地摔在地上，砰的一声，瓷碗4分5裂，鲜红的草莓滚了一地。我妈在医院生死未卜，你还有心情在这里吃饭？她双目赤红，像一头被激怒的野兽。我抬起头，平静地看着她因为愤怒而扭曲的脸。我甚至没有去看地上的狼藉，我一字一句清晰地说：周文斌，第一，是你妈，不是我妈；第二，你和你妈都觉得我是外人，那我就尽一下邻居的义务，我已经打过120了。第三，饭是你自己不吃的，不是我默给你做。我指了指厨房的垃圾桶，
我做了2人份的面条，你没回来，我倒掉了。毕竟，我可不想伺候一个随时会把碗摔在我面前的男人。周文斌被我的话噎住了，他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陌生，仿佛结婚5年，他今天才是第一次认识我。周文斌的愤怒，在我的冷静面前，像一拳打在了棉花上，无处着力。他颓然地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身上的力气散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深的疲惫。他开始打感情牌。微微，你别这样，我们别这样好不好？他的声音软了下来，带着一丝哀求。我知道，今天妈做得太过分了，但她也是一时糊涂，一时糊涂。我重复着这4个字，觉得可笑至极。我打断他，声音里不带一丝温度，平静地复述那些被他用都过去了掩埋的往事。周文斌，我们结婚第1年，我怀孕初期，孕吐的连胆汁都快吐出来了。张桂芬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偏方，说酸儿辣女，每天逼着我喝那种酸得倒牙的柠檬水，吃那种腌得发黑的酸杏。我不吃，她就在你面前哭，说我不把她当妈，不把周家的后代当回事。你当时怎么跟我说的？你说，她也是为了我们好，你就忍忍吧。结果呢？我孕吐加重，直接住院保胎。医生说我电解质紊乱，再晚一点孩子都保不住。那个时候，他糊涂吗？周文斌的脸色白了1分。我没有停。结婚第3年，周文武说要跟朋友合伙做生意，找我们拿钱。我们刚买了房，每个月还着高额房贷，哪里有钱？结果呢？张桂芬趁我回娘家，逼着你偷拿了我爸妈陪嫁给我的那张存有30万的银行卡，取走了里面所有的钱，给了周文武。我回来发现，跟你对峙，你又是怎么说的？你说，文武是我唯一的弟弟，我不能不管他，钱以后我们再慢慢赚。后来呢？那笔钱，周文武不到半年就赔得血本无归。那30万，是我爸妈一辈子的积蓄。那个时候，他糊涂吗？周文斌的嘴唇开始发抖，他下意识地想开口辩解，我根本不给他机会。去年，我们终于攒够了钱，想换一辆好点的车。我看中了一款，首付20万。我说我出15万，你出5万。结果呢？张桂芬知道了，非要闹，说车必须写你的名字，不然就是你入赘我们林家。他死都不同意。你呢？你又一次选择妥协，对我说，微微，写谁的名字不都一样吗？你别让我妈生气了。周文斌，那辆车现在还停在楼下，车本上写的是你的名字，可那15万是我辛辛苦苦一个一个病人咨询，一台一台手术跟下来赚的。那个时候，他糊涂吗？我每说一件，周文斌的脸色就更白1分，到最后，他的脸已经毫无血色。那些被他刻意遗忘，被他用和稀泥的方式粉饰太平的过去，被我一件一件血淋淋的撕开，摆在了他面前。他无力反驳，只能喃喃自语，都过去了。是啊，我看着他，眼神里最后一点温度也消失了。都过去了，从今天起，我也过去了。周文斌猛地抬起头，他终于从我的话里听出了决绝。他慌了，那种恐慌，远比他母亲倒下时来得更真实，更猛烈。他冲过来，一把抓住我的手，力气大的像是要捏碎我的骨头。微微，别闹了，你别在这个时候闹脾气，妈还需要人照顾，我们这个家不能没有你。家，我冷笑一声，用力甩开他的手。周文斌，你搞错了，你们需要的
不是我林薇，你们需要的是一个逆来顺受、会赚钱，还能免费伺候你们全家的保姆，一个可以随时被牺牲、被抛弃的提款机。我站起身，从我的包里拿出了一样东西，拍在了他面前的桌子上，是几张钉在一起的 A4 纸，最上面一行用黑体4号字列印着离婚协议书。周文斌的瞳孔骤然收缩，他像是被雷劈中了一样，僵在原地，死死地盯着那几个字，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以为我只是一时气话，却没想到我早有准备。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我拿起来看了一眼，是我大学时的闺蜜，现在是本市最出名的离婚律师之一，陈静。我当着周文斌的面按下了接听键，开了免提。喂，静静，微微，你那边怎么样了？陈静冷静又专业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可以了。我看着周文斌惨白的脸，平静地说，启动财产调查程序吧，重点查一下我们婚后共同财产的流向，以及他个人名下的债务情况。电话那头的陈静立刻明白了。好，我马上安排，你保护好自己，随时联系。挂断电话，整个世界都安静了。周文斌看着我，眼神里除了震惊，还有一种被彻底看穿的恐惧。他终于意识到，我不是在闹，我是要清算。周文斌在家里哭坐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他顶着一双通红的眼睛，用一种近乎哀求的语气跟我说，医院那边催缴费用了，抢救和 ICU 的费用加起来已经快10万了，他希望我能顾全大局，先把钱拿出来。我只是冷冷地告诉他，我的钱在我爸妈那里，你想要就自己去跟我爸妈说。他当然不敢，他知道我爸妈对他和他们家早就积怨已深。他颓然地摔门而去。我没有去上班，我给单位打了电话，请了几天假。我知道，战争才刚刚开始。果然，中午的时候，周文武杀上门来了。他大概是在医院被催债催急了，又从周文斌那里得知我要离婚，直接炸了。他一脚踹开门，指着我的鼻子就骂，林薇，你这个白眼狼，吃我们家的，住我们家的，现在我妈病了，你就想卷钱跑路？我告诉你，门都没有。他唾沫横飞，言语污秽不堪。我们周家的财产，一分一厘都跟你没关系。你当初嫁过来那点嫁妆，早就在这些年吃穿用度里花光了。你别想从我们家拿走1分钱。我没有跟他争吵，我只是默默地打开了手机的录音功能，将手机放在餐桌上，荧幕朝下，然后我冷冷地看着他，像看一个跳梁小丑。说完了吗？我问。我的平静彻底激怒了他。你他妈什么态度？信不信我抽你？他扬起手就要朝我脸上扇过来。周文武，你干什么？周文斌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了，他一个箭步冲上来，从身后死死抱住了暴怒的弟弟。但他抱住弟弟后，吼的却是我。林薇，你少说2句会死吗？你非要刺激他干什么？我笑了，笑的眼泪都快出来了。这就是我的丈夫，他的弟弟要动手打我，他怪我刺激了弟弟，是我刺激他，还是他光天化日之下私闯民宅，对我进行人身威胁和辱骂？我站起身，拿起了手机，当着他们的面按下了110。喂，远景同志吗？我要报警，地址是……周文斌和周文武都傻了，他们没想到我竟然真的敢报警。家丑不可外扬这6个字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信条，但对我来说，这早就不是家丑了。远景来得很快，我条理清晰地陈述了事情的经过。
并且播放了手机里的录音。录音里，周文武的辱骂和威胁清晰可闻。在穿着制服的远景面前，周文武瞬间就怂了。他那点很近，只敢对自己家人使。最后，在远景的调解下，他不得不心不甘情不愿地向我道了歉，并写下了一份保证书，保证以后不再上门骚扰我。远景走后，周文斌终于爆发了。他指着我的鼻子，浑身发抖：“林薇，你就非要把事情闹得这么大吗？非要让所有邻居都看我们家的笑话吗？家丑不可外扬，你懂不懂？”我看着他气急败坏的样子，只觉得无比悲哀。周文斌，你听清楚，我的声音不大，却像一把冰锥，刺穿了他所有的咆哮。从张桂芬在所谓的家庭会议上宣读那份狗屁遗嘱，把我定义为外人的那一刻起，这里发生的一切就再也不是家丑了，这是赤裸裸的财产侵占和人格侮辱。所以我们之间现在是财产纠纷。我顿了毒，看着他和他身边脸色煞白的弟弟，一字一句地宣告：你和你的好弟弟现在都是我的诉讼对象。陈静的动作很快，2天后，他给了我一份初步的调查报告。当我看到报告上的内容时，即使我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心脏还是像被一只冰冷的手狠狠攥住，疼得我几乎无法呼吸。报告显示，我们现在住的这套婚后购买的房子，当年支付首付的时候，周文斌确实拿出了30万。所有人都以为那是我爸妈给我的嫁妆钱，但银行的流水清清楚楚地显示，在我爸妈把钱转给我的第2天，那笔钱就被我转入了张桂芬的账户，而张桂芬在收到钱的当天，就将这笔钱全额转给了他的小儿子周文武。也就是说，我那30万的嫁妆，连在我们的共同账户里过夜的机会都没有，就直接进了小叔子的口袋。而我们房子的首付，用的是周文斌自己的积蓄，以及一笔他向银行申请的抵押贷款。这还不是最惊人的，最惊人的是，陈静查到，就在半年前，周文斌以个人名义又申请了一笔50万的信用贷款。这笔钱没有任何消费记录，直接被转入了一个陌生人的账户，而那个账户的持有人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赌场高利贷。我拿着那份报告，感觉手里的纸张有1000斤重。那天晚上，周文斌又一次拖着疲惫的身体回来，他大概是想继续跟我打感情牌，或者用他母亲的病情来博取我的同情。我没有给他这个机会，我直接将那份列印出来的银行流水摔在了他面前。周文斌，你告诉我，这50万是怎么回事？当他看到那熟悉的流水单时，脸色唰的一下变得惨白。他一开始还想狡辩，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这是什么东西，还要装吗？我冷笑一声，将另一份证据拍在桌上。这笔钱是不是又给你那个宝贝弟弟？还赌债了？那上面是陈静找到的，周文武在地下赌场欠下巨额赌债的证据。周文斌的心理防线在铁证面前彻底崩溃了，他双腿一软，跌坐在沙发上，双手抱着头，发出了痛苦的呻吟。他终于承认了，半年前，周文武在澳门豪赌，欠了高利贷50万，对方追债追到了家里，扬言再不还钱，就要砍掉周文武一只手。张桂芬哭着求他，逼他，让他无论如何都要救自己的弟弟。他走投无路，只能瞒着我，用自己的名义去贷了这笔款。他哭着，像个孩子一样，拉着我的衣角，微微，我真的是没办法，他是我唯一的弟弟啊，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被人砍死吧。
唯一的弟弟。我看着他痛哭流涕的脸，心却在一瞬间死得透透的。这已经不是愚孝，不是伏地魔了，这是毫无底线的纵容，是拉着我们这个小家一起跳进万丈深渊。他为了他那个无赖弟弟，不惜背上可能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50万巨款，而我那个名义上与他同床共枕的妻子却被蒙在鼓里。直到最后一刻，我慢慢的一根一根的掰开他抓住我衣角的手指。周文斌，我今天就给你谱一下法。我看着他泪眼婆娑的脸，声音冷静到冷酷。根据最新的婚姻法司法解释，这笔钱只要你无法向法庭证明是用于我们夫妻的共同生活、共同经营，那么它就会被认定为你的个人债务。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周文斌的哭声戛然而止，他猛地抬起头，眼神里充满了巨大的恐慌。他终于意识到，我不是在跟他闹脾气，我是在一笔一笔的跟他清算我们之间所有的烂账。就在这时，他的手机尖锐地响了起来，他颤抖着手接起，是医院打来的。不知道那边说了什么，他的脸色变得比死人还要难看。他挂断电话，失魂落魄地看着我。医院说，妈出现了并发症，情况恶化，需要立刻进行开颅手术，手术费预估要20万，20万，像一座大山轰然压下。周文斌和小叔子彻底没钱了。周文斌扑通一声跪在了我的面前，一个30岁的男人就那么毫无尊严的跪在了坚硬冰冷的地板上。微微，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了。他抱着我的腿，眼泪和鼻涕呼了一脸。算我求你了，看在我们过去的情分上，你先拿出钱来，救救我妈的命。只要你肯出钱，我什么都答应你。我同意离婚，我马上签字，这套房子也归你，全都归你。他身后的周文武也在电话里一反常态的用一种带着哭腔的声音一遍遍地哀求我，嫂子，我错了，以前都是我的错，求求你救救我妈吧。他快不行了。我低头看着跪在我脚边的男人，看着他因为绝望而扭曲的脸，看着他信誓旦旦许下的诺言，我的内心毫无波澜，甚至觉得无比的讽刺。用我自己的东西来跟我做交易，周文斌，你凭什么？房子是婚后买的，就算没有你的那些烂事，按照法律本来就有我的一半。我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声音平静得像一潭死水。你现在是想用我自己的那一半来求我去救那个一心想把我扫地出门的老人？他被我问住了，他张着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能像个复读机一样反复地呢喃着，先救人，微微，先救人要紧啊。我看着他这副样子，突然觉得很没意思。我拿出手机，点开了一个音频档，那是我上个月无意中录下的一段录音。当时张桂芬正在阳台上跟她的一个老家亲戚打电话，声音不大，但足够清晰。哎呀，你放心吧，我早就盘算好了，等我过2天找个由头，把遗嘱一立，把家里的东西都给我小儿子那个林威，他就彻底死心了。什么？文斌，他听我的，我让他往东，他不敢往西，等财产都弄妥当了，我就让文斌跟那个不下蛋的母鸡离婚。他一个外人，在我们家白吃白喝这么多年，还想分财产？做梦！我让他一个子儿都别想拿到，净身出户。录音里，张桂芬那尖酸刻薄、充满算计的声音，清晰地回荡在死寂的客厅里，每一个字
都像一把淬了毒的刀，精准地扎在周文斌的身上。他的脸从惨白到铁青，再到死灰。原来这一切都是一个局，一个他们母子三人早就精心策划好的，针对我一个人的骗局。先用遗嘱断了我的念想，再逼我离婚，让我净身出户，多么完美的计划！只可惜人算不如天算。我关掉录音，看着他那张彻底绝望的脸，一字一读，像是在宣读最后的判决。周文斌，你和你妈想得真美，这笔手术费我1分都不会出。不但如此，你那50万的个人债务，你也1分都别想赖在我的头上。我们法庭见。我说到做到。第2天，我就通过陈静正式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并同时申请了财产保全。法院的效率很高，传票和保全裁定很快就送到了周文斌的手上。他们想卖掉那辆写着周文斌名字的车来筹钱，却在去车管所办手续的时候，被告知车辆已被法院查封保全，无法进行任何交易。他们彻底走投无路了。周文斌开始疯狂地给我打电话，我不接，他就用短信和微信对我进行轮番轰炸，内容从一开始的忏悔、道歉，到后来的哀求，最后演变成了歇斯底里的威胁。林薇，你这个狠心的女人，我妈要是有事，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你真的要这么绝情吗？我们这么多年的夫妻感情都是假的吗？我面膜表情地将这些资讯一条条截图打包，然后转发给了陈静。新的证据，麻烦归档。做完这一切，我拉黑了他的手机号，也拉黑了他的微信。世界清静了。接着，我做了一件更绝的事，我利用我的专业知识和人脉，打听到了张桂芬的主治医生的电话。我以一个对长辈病情十分关切的晚辈身份，给那位医生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里，我用非常专业的术语咨询了张桂芬的病情，以及后续的康复治疗方案。在表达了对医院专业水准的信任和感谢之后，我无意中用一种非常担忧的口吻，向医生透露了一点家庭内部消息。医生，我们家的情况也比较复杂。我那个小叔子，就是病人的小儿子，平时游手好闲，还染上了赌博的恶习，在外面欠了一屁股债，现在家里所有的积蓄都给他填窟窿了。我丈夫压力也很大，我们现在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后续的治疗费用，我们真是，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我没有说任何过激的话，只是陈述事实。但一个经验丰富的主治医生，能从我的话里听出无数潜台词。果然，效果立竿见影。从那天起，医院方面加强了对治疗费用的催缴。护士长1天3次打电话到病房，客气又坚决地提醒他们，账户余额不足，请尽快续费，否则将影响后续治疗。每一次催缴都像一道催命符，让周文斌和周文武兄弟俩焦头烂额。巨大的压力下，他们内部的矛盾终于爆发了。我听说周文武在医院里指着周文斌的鼻子大骂他没用，连个女人都搞不定，害得他妈只能躺在病床上等死。周文斌积压多日的愤怒和委屈也彻底爆发，和他的宝贝弟弟在医院的走廊上大打出手，闹得人尽皆知。我是在陈静家里听到这个消息的，当时我正敷着面膜，看着综艺，笑得前仰后合。在他们兄弟俩为了钱狗咬狗的时候，我已经搬出了那个令人窒息的家，暂时住进了陈静的公寓。我彻底的与我的过去进行了物理隔离。那一刻，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
被逼到绝境的周文斌开始了他的追妻火葬场表演。他找不到我的人，就跑去我父母家闹。他大概以为我爸妈会像天下所有父母一样，劝和不劝分，但他想错了。我早就给爸妈打过预防针，把周家这些年做的恶心事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我爸是个暴脾气，听完之后当场就炸了，抄起门口的扫帚，把跪在地上哭哭啼啼的周文斌直接打了出去。我妈则指着他的鼻子骂，我们林家是瞎了眼，才把女儿嫁给你这种窝囊废，你给我滚，以后别再踏进我们家门一步。在我父母那里碰了一鼻子灰。周文斌又跑去我的单位堵我，他站在医院门口，面容憔悴，胡子拉碴，看到我就想冲上来。我直接叫来了保安，保安拦住他的时候，我还冷冷地警告他，周文斌，你再敢来骚扰我，我立刻就去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到时候就不是保安拦着你这么简单了。他彻底没辙了。当所有的威逼利诱都失效后，他开始陷入一种迟来的悔恨之中。他大概是在那个空无一人、冰冷脏乱的家里，终于开始回忆起我的好。他开始想起家里永远被我收拾得一尘不染。他开始想起他每次加班回家，总有一盏灯为他亮着，一碗热汤在等他。他开始想起他生病时，我守在床边，无微不至的照顾。他开始想起我总是笑着鼓励他，支持他的每一个看似不切实际的小梦想。悔恨像潮水一样淹没了他。他开始给我写长篇的、词不达意的道歉信，通过邮件发给我，我一封都没看，全部设置了已读，然后扔进了垃圾箱。至于张桂芬，因为手术费迟迟凑不齐，医院只能给她用最基础的保守治疗方案。她的命是保住了，但康复效果极差。她不仅全身瘫痪，连话都说不清楚了，每天只能躺在床上，用浑浊的眼睛瞪着天花板，以泪洗面。周文武那个巨婴，在最初的新鲜感过去后，很快就受不了日复一日伺候一个瘫痪病人的日子。他把张桂芬接回了家，但根本不管不顾。没过几天，那个曾经被我打理得井井有条的家，就变得臭气熏天。我听说张桂芬在病床上，每天口齿不清的，一遍又一遍地喊着我的名字，喂，喂。他的眼神里终于流露出了悔恨。周文斌拍下他母亲的惨状，做成视频发给我，用尽最后的力气，试图进行道德绑架。微微，你看妈多可怜，你就真的忍心吗？你回来吧，我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我发誓以后一定对你好。我面膜表情地将那段视频转发给了陈静，备注：对方试图继续进行精神控制和道德绑架，已存证。开庭那天，天气很好，阳光明媚，我穿了一身干练的白色西装套裙，化了精致的淡妆。当我走进法庭时，我看到了坐在被告席上的周文斌，他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精气神，短短半个多月，就憔悴得像老了10岁。看到我，他的眼睛里瞬间燃起了一丝希望，他大概还抱着最后一丝幻想，以为我会在法庭上心软。他错了。庭审开始，周文斌的律师试图打感情牌，讲述我们夫妻多年感情如何深厚，如今只是因为一点家庭矛盾产生误会。我全程面无表情。轮到我的律师陈静发言，他没有说任何一句废话，只是有条不紊地将一份又一份的证据呈现在法官面前。第一份证据是张桂芬那段不下蛋的母鸡的电话录音。当录音在肃静的法庭里响起时，周文斌的脸瞬间血色尽失。第二份证据是我那30万嫁妆钱被张桂芬转给周文武的银行流水。证据链完整，
无可辩驳。第3份证据是周文斌瞒着我，为他弟弟偿还50万赌债的贷款合同和转账记录，陈静清晰地向法官阐明，这笔债务完全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属于周文斌的个人债务。第4份证据是周文斌发给我的那些充满威胁和恐吓的短信截图，每一份证据都像一把重锤，狠狠地砸在周文斌的头上。他的律师从一开始的侃侃而谈，到后来的节节败退，最后几乎放弃了抵抗。法官看向周文斌，用严肃的口吻问他，被告，关于这笔50万的贷款，你是否能提供证据，证明其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周文斌张着嘴，支支吾吾，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他的弟弟周文武作为证人出庭，他大概是想帮他哥说几句话，结果在陈静几个逻辑缜密、环环相扣的问题下，漏洞百出，前言不搭后语，最后他反而亲口承认了，那笔钱就是他哥为了帮他还赌债借的。他还激动地在法庭上喊，我哥帮我还钱怎么了？我们是亲兄弟，他一个外人凭什么管？他这句话成了压垮周文斌的最后一根稻草。整个庭审过程，我只在法官问话时才开口发言，我没有哭，没有闹，没有指责，只是冷静地陈述着一个个事实。周文斌看着我，看着这个冷静、理智，甚至有些冷酷的女人，眼神里的光一点一点地熄灭了。他终于意识到，那个他可以随意拿捏、随意伤害的林薇已经死了。休庭的时候，他突然发疯一样冲过隔离带，想来拉我的手，薇薇，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们不离婚了好不好？我们重婚好不好？他哭喊着，像个无助的孩子。法警迅速上前将他拦住，我从始至终连一个多余的眼神都没有给他。判决结果毫无悬念，我大获全胜。法院判决我们离婚，关于财产分割，婚内共同购买的房产，因为我出具了嫁妆前被挪用的关键证据，法官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进行了倾斜性判决，我分得该房产60%的份额，周文斌分得40%。那笔50万的贷款被法庭明确认定为周文斌的个人债务，与我无关。车子因为是我出资大头，判给了我，我只需要按照车辆估值补偿他一小部分差价。这个判决对周文斌来说是毁灭性的，他为了支付需要分割给我的房款，以及我补偿给他的车款差价，他唯一的选择就是强制卖房。因为是法院判决后急于套现，房子的价格被中介压得很低，他拿到手的钱还清了应该给我的部分，再扣除他那50万的巨额个人债务，最后几乎所剩无几。他和他那个好高骛远的弟弟，带着瘫痪在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母亲，只能从那个他们曾经引以为傲的大房子里搬出去，去城郊租了一个狭小、阴暗的老破小。而我用分割到的财产，加上自己这几年的积蓄，在我最喜欢的一个高档社区，全款买下了一套属于我自己的温馨的一居室。房子装修那天，我站在空荡荡的毛坯房里，阳光透过没有窗帘的落地窗，暖洋洋地洒在我身上。我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是水泥和灰尘的味道，但我闻到的却是自由和新生的气息。我拿出手机，规划着我的未来。这里要做一个开放式厨房，那里要放一个我喜欢的懒人沙发，阳台上要种满花花草草。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我接起，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熟悉又惊喜的声音：
是林薇吗？我是你以前的科室主任，王主任啊。王主任，你好。我有些意外。哈哈，我早就从协和跳槽了。我现在在一家顶级的私立医疗机构，负责筹建一个新的营养中心。我第一个就想到你了。怎么样？有没有兴趣过来？整个中心交给你负责。巨大的惊喜，像烟花一样，在我的脑海里炸开。我握着电话，看着窗外开阔的蓝天，用力地点了点头。有，我非常有兴趣。挂断电话，我笑了。原来，当你挣脱了所有的枷锁，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1年后，我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如鱼得水。我组建了自己的团队，将营养中心打理得有声有色，很快成为了业内小有名气的临床营养专家。我接受杂志的专访，参加专业的学术论坛。我的生活忙碌、充实，且充满了价值感。而周文斌一家则彻底陷入了命运的泥潭。我听说，张桂芬因为长期卧床，又得不到精心的照顾，身上长满了褥疮，溃烂发臭，加上心情抑郁，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成了一个只会流泪和呻吟的活死人。周文武在照顾了母亲不到半年后，终于忍受不了这种没有尽头的绝望生活。在一个深夜，他和周文斌为了仅剩的一点生活费大打出手后，卷走了家里最后一点钱，消失了。从此杳无音信，所有的重担都压在了周文斌一个人身上。他要上班，要还那还不完的债，要照顾瘫痪的母亲，生活将他彻底压垮了。他变得又老又颓废，完全没有了当初那副体面模样。有一次，我在市中心最高档的商场门口偶遇了他。那天我刚做完 SPA， 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长裙，正准备去取我新买的车，而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色外卖服，骑着一辆破旧的电动车，手里还提着一份即将超时的外卖。四目相对的那一刻，时间仿佛静止了。他看着光彩照人的我，整个人都愣在了原地。手里的那份外卖啪的一声掉在地上，汤汁洒了一地。他像是没有察觉，只是死死地看着我，眼神里是翻江倒海般的悔恨、痛苦和不甘。他嘴唇动了动，想上来跟我说话，我只是朝他淡淡地点了点头。那是一个陌生人之间最疏离、最客套的招呼。然后我转身拉开车门，坐进了我的新车里。我没有立刻发动车子，我从后视镜里看着他，看到他缓缓地蹲下身，像一个被全世界抛弃的孩子，把头埋在膝盖里，肩膀剧烈地耸动着，发出了压抑又绝望的嚎啕大哭。那哭声被隔音良好的车窗挡在了外面。我静静地看了一会儿，然后发动了车子。我开着车沿着滨海公路漫无目的地行驶着。我打开车窗，咸湿的海风吹拂着我的头发，阳光洒在脸上，暖洋洋的。我最好的闺蜜，也是我最得力的律师陈静，坐在副驾驶上，一边吃着薯片，一边跟我聊着我们下个月去冰岛看极光的旅行计划。我的手机响了，是我妈妈打来的。微微啊，晚上回不回家吃饭啊？我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糖醋排骨。我笑着看着前方一望无际的大海，声音轻快。回啊，当然回。妈，我刚买了一瓶好酒，晚上我们喝一杯。挂断电话，我心里一片安宁。我不再是任何人的儿媳，不再是谁的妻子，我只是林薇，是我父母最疼爱的女儿，是我朋友最信赖的挚友，是我自己人生的唯一的主宰。我伸出手，调整了一下后视镜的角度，镜子里
周文斌蹲在地上痛哭的画面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我自己带笑的眉眼和车后那片蔚蓝的开阔的未来。我关掉手机，打开了车载音乐，悠扬的旋律流淌而出。我知道，我终于活成了自己最想要的模样，独立、强大、自由且无畏。今天的时光书房之旅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下一期我们会带着新的时光之书与你相遇，可能是关于老上海的弄堂故事，也可能是藏在经典名著里的岁月细节。记得常回来看看，时光书房永远在这里，陪你在文字里与时光温柔相拥。咱们下期见。